3月14日，星舰刚刚进行了第3次飞行试验，这次飞试再次引发了新的一轮航天的热潮。从人们对星舰这次发射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似乎对星舰的看法并不一致。那些支持星舰的朋友认为，星舰的第3次发射总体来讲是成功的。相比于它的第1、2次飞行试验，这次飞试不仅成功实现了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猛禽2发动机的起飞点火，1、2级分离，超重在分离后的再次点火也堪称完美。飞船还成功实现了发动机的太空关机，并测试了载荷舱门的开启。除此以外，飞船还在太空中进行推进剂转移的试验项目。这些试验项目对未来用星舰发射卫星和深空探测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超重最后在着陆前制动发动机点火和超重软着陆的测试没有实现，飞船也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实现3台真空版的猛禽2发动机在太空再次点火，最后飞船的受控硬着陆也没有实现。但支持星舰的朋友们认为，这些没有取得成功的试验都是全新的试验项目，是星舰已经进入新的应用环境的体现。而在全新环境下试验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最关键的是看已经取得的经验是否得到总结，所获得教训是否得到吸取。而在那些不支持星舰的朋友看来，星舰的第3次发射只不过是 SpaceX 的又一个大烟花，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星舰成功的种种消息，只不过是马斯克和 SpaceX 的相关方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的虚假宣传而已。然而，事实真的像那些星舰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吗？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SpaceX， 可当然也包括星舰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其实说起 SpaceX， 它带给大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航天商业化。这并不是说在 SpaceX 之前没有商业化的航天产品，但是那时的商业化航天产品往往还只是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那时的商业航天还都是 to B 的，而 SpaceX 带来的却是商业航天是可以 to C 的。要实现 to C 的商业航天，马斯克主要通过2条途径，也就是规模化和重复使用。说起规模化，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星链了。有消息说，目前在轨的星链卫星数量超过5500颗，其中投入使用的超过5400颗。而按照马斯克的规划，未来在轨的星链卫星的数量将超过 4.2 万颗。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放在10年前，您能想象仅一家公司而不是国家就拥有超过1万颗卫星吗？马斯克和 SpaceX 就敢。目前星链已经拥有超过150万用户，而且随着星链卫星数量的快速增加，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特别是最近 SpaceX 还推出了手机直接连接星链卫星的服务，这项服务在未来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使用 GPS 那样普遍。现在几乎所有的智能设备都带有 GPS 功能，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几乎所有的智能设备都带有直接连接卫星进行通讯的功能。大家看，苹果、华为、小米现在不都在推具有卫星通讯功能的手机吗？这仅仅只是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智能设备能够直接连接卫星。其实 SpaceX 不仅在星链卫星上搞规模化，猎鹰9火箭、星舰都在搞规模化，甚至像火箭发动机这样的子系统产品，马斯克也在搞规模化。以星舰使用的猛禽2液氧甲烷发动机为例， SpaceX 现在的生产能力是每天1台，但即使是这样的生产速度，依然远远无法满足未来星舰生产和发射的要求。所以对于 SpaceX 来说，他们只能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将规模化进行到底。 SpaceX 的规模化极大地影响了航天界，就比如中国不是也提出了很多个由数千甚至上万颗卫星组成的大型卫星系统的方案吗？这只能说明一点，正确的规模化是能够刺激市场的。说完了规模化，咱们再来看看重复使用。在 SpaceX 的主要产品中，龙飞船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的1级火箭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的整流罩也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星舰更是将重复使用发挥到极致。不仅1级火箭要能重复使用，2级火箭或者说飞船也要求重复使用。更有甚者，在马斯克的设想中，仅仅满足重复使用还不够，他还希望重复使用寿命也能够得到提升。猎鹰9号使用的梅林发动机的设计重复使用寿命是20次，而星舰使用的猛禽发动机的设计重复使用寿命被定在了50次。要知道，
火箭上其他的相关系统的重复使用寿命都是以发动机的寿命为基准的，这就是说，新的火箭在方案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按照越来越高的重复使用寿命来设计了。对于航天来讲，这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航天设计规范。原来进行航天产品设计的时候，设计人员关注的是在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情况下具有最小的质量，而 SpaceX 则告诉我们，在关注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考虑航天器的寿命问题。其实，不管是规模化还是重复使用，马斯克真实瞄准的都是低成本这一点，低成本才是他真正的目标。他就是想用低成本向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说了这么多，还都只是在介绍 SpaceX 对航天界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些很可能就是炒作的骗局啊，只不过他们欺骗的手段太过高明，让太多的人都上当了。其实，我想这么对有这样看法的朋友提个问题，您是觉得马斯克说星舰最后能成功是在欺骗大众呢，还是说星舰这个项目或者说像星舰这样的超重型的航天器就是在欺骗大众？换句话说，您认为超重型航天器根本没有市场，即使星舰成功了，也会因为没有市场而令所有投资打了水漂。如果您觉得马斯克说星舰最后能成功，这是在欺骗大众，在我看来，星舰的确有可能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知道在原理上星舰的设想是可行的，但 SpaceX 仍然要解决将其工程化的问题。毕竟星舰的研发需要有大量的投入，而资金链一旦断裂，星舰项目可能会失败。不过请注意，相比于2008年 SpaceX 濒临破产，现在是它成立22年来经营状况最好的时候。2023年依靠星链和猎鹰9带来的利润， SpaceX 已经实现盈利。而即使在濒临破产的时候， SpaceX 依然开始了猎鹰9号火箭的研制工作。同样，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猎鹰9号终于取得成功。现在依靠其巨大的价格优势，猎鹰9号是全球发射次数最多的运载火箭，承担着全球 60% 以上的发射任务。我举出这些历史只是告诉这些朋友， SpaceX 完全没必要用星舰来欺骗大众。如果不是心里向往着星辰大海，马斯克完全可以老老实实的靠着星链和猎鹰9号来数钱。此外，即使星舰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星舰的研制工作也一定会对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的探索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研制成果必然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在以后的超重型运载火箭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星舰即使没有成功，它的作用也不会消失，而是会以别的方式在别处继续存在。就比如在猎鹰9号实现1级火箭的可靠回收之后，大家能看到新的火箭方案全部是1级可回收并可以重复使用的，这已经成为了新的火箭设计的标准。未来即使星舰没有成功，2级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也必将成为新火箭的设计标准。如果您认为像星舰这样的超重型运载火箭根本没有市场价值，这可能就是您对航天市场的前景它被关了。要知道2022年全球的航天市场价值大约就有5000亿美元。现在全球有数以千计的航天公司在研制生产卫星，从业者达到数百万人，每年都有大量的卫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运载火箭而无法发射。事实上，就全球来看，航天发射还是极端的卖方市场。别的不说，单说 SpaceX 自己，我们知道，按照马斯克的预计，未来星链将拥有 4.2 万颗卫星。按照卫星寿命5年计算，每年仅星链卫星的更新量就会达到8400颗。未来的星链将至少会采用星链 2.0 版卫星，这种卫星的质量是1250公斤。如果用猎鹰9号这样的火箭发射，受限于猎鹰9号的运载能力，每枚火箭只能发射12颗，要完成8400颗卫星的更新，猎鹰9号一年需要发射700次，这几乎是1天2次发射，这还仅仅是 SpaceX 公司星链一个项目所需的发射次数。所以像猎鹰9号这样规模的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是根本无法满足未来航天市场的要求的。未来的航天市场需要运载能力更大的火箭，那么如果用星舰来发射这8400颗卫星会怎么样呢？以星舰150吨的运载能力要发射这8400颗卫星，仅需要70到80次发射就够了。2022年 SpaceX 进行了大约60次猎鹰9号的发射，而2023年 SpaceX 更是进行了大约91次猎鹰9号发射。这么看来，
未来当星舰真的替代了猎鹰9的时候，这样的发射密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说到这，可能还是会有朋友怀疑，我们花这么多钱来搞航天真的划算吗？为什么不把更多的钱花在人工智能或者其他方面上呢？其实这些朋友可能对航天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认识的并不充分。在现代社会，航天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比如天气预报吧，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在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在本世纪初，那时的天气预报还非常不准确，而现在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已经非常高。预报说下雨基本上就一定会下雨，而且下雨的时间也和预报的时间相差无几。这其实就源自于航天事业的发展，或者说现在由于航天发射成本的降低，我们拥有了数量更多的气象卫星，使得我们可以对天气做出更好的预报。再比如在上世纪，衡量一个电视台规模是否够大，有一个指标就是看这个台是否上星，也就是指这个电视台是否是通过卫星向更广大的区域进行转播。现在很少有电视台没有上星了，这同样得益于航天事业的发展。不过在当前阶段，最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航天科技恐怕就是 GPS。 现在几乎所有的智能设备里都安装有 GPS 芯片，没有 GPS， 我们的导航、本地生活、网购、外卖、相亲交友几乎就无法想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军方就已经搞出了第一代全球定位系统，这就是子午仪全球定位系统。该系统于1967年就投入商用，但受限于当时的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子午仪系统服务的对象还仅限于政府、军方和企业。现在 GPS 能得到这么广泛的应用，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功不可没。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航天发射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太空为客户开展服务，类似 GPS 这样的应用会大量涌现。到那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便捷，这可能就是航天科技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最大好处吧。到这，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了。不管星舰最终成功与否，星舰研发过程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就是航天技术不断探索和取得进步的过程，而我们也必将成为航天技术进步的最终获益者。好了，以上就是我对 SpaceX 所带给我们的东西的一些看法，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